午飯過後大約半個鐘頭，那股困意就會準時報到，眼皮開始變重。電視的聲音好像離自己愈來愈遠，手上的報紙同一行看了3次，還是沒看進去。很多人以為這是吃太飽，血液都跑到胃裡去了，其實那只佔一小部分原因。真正的主角是我們身體裡本來就排好的一個下午低谷。人體的清醒訊號在一天當中並不是一條平線，它在下午1點到3點這段時間會自然往下掉一截。這個現象在睡眠研究裡被觀察了幾十年，就算你中午什麼都沒吃，那股困意照樣會來敲門。吃飽這件事當然也有幫忙，一頓飯下肚，消化系統開始加班，副交感神經被推上場，身體整體切換到休息模式。如果這餐澱粉又特別多，血糖上上下下的起伏也會讓人更想閉眼睛。但這些都是配角，把午飯拿掉，下午那段低谷還是在那裡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明明只喝了一碗清湯麵，2點鐘照樣點頭如搗蒜。所以午睡不是懶惰，是身體自己排的行程。真正的問題在於，很多人睡完之後反而更累、更煩，頭重腳輕，晚上躺着還睡不着。同樣是午睡，有人愈睡愈清醒，有人愈睡愈忙，差別常常不在體質，而在於時間長度差了那20分鐘。我在跟長輩聊天的時候，常聽到2種極端。一種說午睡是他一天精神的來源，睡完起來眼睛都亮了；另一種說午睡害他晚上失眠，乾脆戒掉。有趣的是，你問下去就會發現，前者大概睡半小時，後者往往一睡就是2個小時。同一件事，2種結果，中間隔的就是今天要講的這條線。今天要講的黃金線，我先把答案放在最前面，後面再慢慢說清楚為什麼。對大多數中高齡的朋友來說，午睡的甜蜜區間落在20到30分鐘，最晚在下午2點前結束，時間點抓在午飯後半小時到1小時之間。超過30分鐘，你不是睡得更飽，而是很可能被卡在一個最不該被叫醒的階段。至於很多人聽過的那句午睡超過1小時失智風險翻倍，這句話有它的來源，但被傳走樣了。我等一下會誠實的把原始研究說了什麼沒說什麼，一句一句攤開來講。先從最根本的地方講起，就是我們睡覺之後腦袋裡到底發生什麼事。人的睡眠不是像關燈一樣啪一聲就從清醒掉進深處，它是一段有順序的下樓梯過程，一階一階往下走，每一階的深度、腦波的樣子，還有被叫醒之後的反應都不一樣。搞懂這道樓梯，你就會知道那條30分鐘的線到底畫在哪裡，為什麼畫在那裡。第一階段叫做入睡期，通常只有短短幾分鐘，這時候你其實半夢半醒，旁邊有人講話你還聽得到一點點，只是聽不太進去，肌肉開始放鬆，眼球會慢慢的左右轉動，有些人會突然全身抽動一下，好像走樓梯踩空一階，這是很常見的正常現象，不需要擔心。接下來進入第2階段，也就是淺睡期，這是午睡最重要的一段。從躺下算起，大概在第5分鐘到第25分鐘之間，你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這裡。淺睡期聽起來好像睡得很不扎實，很多人午睡完會說，我根本沒睡着，只是躺着而已。其實你多半已經走進這一層了，只是這個階段的自我感覺就是這麼模糊，可是它一點都不浪費。腦波在這個階段會出現一種短促密集的波形，睡眠研究裡認為它跟把上午收進來的資訊做整理歸檔有關，同時體溫、心跳、呼吸都會往下降一階，等於讓緊繃了一早上的神經系統踩了一次剎車。很多人午睡20分鐘起來，覺得上午卡住想不通的事情突然通了，眼睛也不酸了，下午做事不再頻頻分神，靠的就是這一段。而且淺睡期最大的好處是它的門是半開的，你隨時可以被叫醒，醒來幾乎沒有代價。孫子在客廳喊一聲你就能應，睜開眼睛就是清醒的。再往下走才是很多人真正誤會的地方。大約在躺下之後的25到30分鐘，腦波會開始轉成又慢又大的形狀，這就是俗稱的深睡期。睡眠醫學裡叫做慢波睡眠。深睡期本身是好東西，它是身體修復、分泌生長激素、清理代謝廢物的主要時段。但深睡期有一個很硬的特性，它非常不歡迎被打斷。人一旦掉進深睡，
就像整台機器進入了維修模式，門是關起來的，你在這個時候硬把它叫醒，機器不會馬上恢復運轉。這就要講到今天的關鍵詞，睡眠慣性。睡眠慣性指的是剛醒來那段時間，腦袋還沒有完全上線的狀態，你的意識回來了，可是判斷力、反應速度、手腳的協調都還落在後面。那種感覺很多人都體驗過，就是被鬧鐘從深睡裡挖起來，坐在床邊發呆，眼睛睜開卻不知道自己在哪裡，講話會慢半拍，走路會撞到桌角，心情還會莫名其妙的煩躁。從淺睡期醒來，睡眠慣性幾乎察覺不到，可能1-2分鐘就散了。可是從深睡期被叫醒，這個狀態通常會拖上15到30分鐘。有些研究觀察到反應速度變慢的情況可以延續更久。這也解釋了一個很多人有的困惑，為什麼我明明睡比較久，起來卻比睡半小時更沒精神？因為你不是睡不夠，你是被從樓下硬拉上來，中間那幾階還沒踩穩。對還在工作的人來說，這代表午休結束後那半個鐘頭等於白白報廢，開會聽不進去，數字看2遍還是對不起來。對長輩來說，影響更直接一點。剛醒來的那20分鐘，正是最容易站不穩、看東西發花、腳步虛浮的時候。很多長輩午睡起來，急着去上廁所，一起身就頭暈、眼前發黑。家人以為是血壓的問題，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只是睡眠慣性還沒退乾淨。如果家裡的動線又要跨過門檻，走過瓷磚地，這20分鐘就是一天當中跌倒風險偏高的一段時間。還有一種情況要特別小心，就是午睡起來馬上要騎車或開車去接孫子的長輩，這時候的反應速度並不是自己感覺的那樣，寧可多坐幾分鐘再出門。所以30分鐘這條線的意義就很清楚了，它不是什麼玄學的養生數字，它是一條生理上的門檻。20到30分鐘，讓你把淺睡期的好處全部收下，然後在深睡的門打開之前走出來。而睡40分鐘、50分鐘的人，等於是剛好走到門裡面，又被自己的手機鬧鐘拉出來，兩邊的好處都沒拿到。那如果乾脆一路睡滿1個半小時，讓完整的週期跑完呢？理論上是可行的。一個完整的睡眠週期大約90分鐘，從淺睡走到深睡，再回到淺睡，最後在接近清醒的位置自然醒來，確實會比較舒服，睡眠慣性也比較輕。有些輪班的工作者就是用這個方式在補眠，但對一般人的午睡來說，這個做法有一個很難回避的代價，它會把你的睡眠驅力大量花掉。睡眠驅力可以想成一個困意存款賬戶，早上起床是0，之後每清醒1個小時就往裡面存一點，存到晚上滿了，你才會自然想睡。午睡就是提早提款，睡20分鐘只是領一點零用錢，晚上的餘額還夠。睡1個半小時等於把下午該累積的部分整批提走，到了該上床的時間，賬戶裡沒東西，你當然躺着瞪天花板。很多長輩夜裡睡不着，半夜2、3點醒來就再也睡不回去。追根究底，不是床不好，也不是年紀大注定睡不好，而是下午那場1個半小時的午睡。更麻煩的是晚上沒睡好，隔天下午又更想睡，午睡又拖更長。這個循環一旦轉起來，就很難自己停下來。接下來講很多人最在意的那件事，長時間午睡跟失智到底有沒有關係？這裡我要講得慢一點，因為這個題目最容易被誇大。目前確實有幾個規模不小的追蹤研究注意到同一件事。美國加州舊金山那邊有一項研究，長期追蹤高齡者的白天睡眠與認知狀態，結果發現每天午睡超過1小時的人，日後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的比例，比午睡不到1小時的人高出大約 40%。另外，在中高齡族群的長期追蹤裡，也看到午睡時間超過30分鐘的人，認知功能下滑的曲線比較陡。但接下來這段才是這則消息真正該被理解的方式。第一，研究看到的是關聯，不是因果。這些都是觀察型研究，研究團隊自己在論文和訪談裡都明白說過，現有證據還不足以下結論，說是午睡本身造成了認知退化。換句話說，沒有人證明你把午睡拉長，腦袋就會壞掉。第二，很多線索反而指向相反的方向，也就是午睡變長可能是結果，不是原因。同一批研究追蹤了10幾年，發現認知正常的長者，
每天的午睡時間平均每年只增加11分鐘左右，變化很緩慢。可是，一旦被診斷出輕度認知障礙，那個人的午睡時間會明顯往上跳，幾乎是原本的2倍。也就是說，午睡拉長比較像是大腦已經出現變化之後浮現的訊號，就像煙是火的訊號，但煙不是起火的原因。第三，睡得久也可能只是反映了別的問題。晚上打鼾嚴重，有睡眠呼吸中止而不自知的人，夜裡的睡眠被切得零零碎碎，白天當然需要補很久。慢性發炎、甲狀腺功能低下、貧血、憂鬱情緒、某些血壓藥和抗過敏藥都會讓人白天特別想睡。這些狀況本身就跟認知健康有關，午睡時間只是站在旁邊剛好被看見而已。研究裡把這種情況叫做干擾因子，意思是真正的推手可能藏在後面，而不是台前那個最顯眼的。第四，那個 40% 要怎麼讀也很重要，它指的是相對比例的增加，不是說每個午睡超過1小時的人就有一半會失智。舉個容易理解的例子，如果原本100個人裡有5個人會出現這個狀況，增加 40% 大概是變成7個人，仍然是少數。媒體標題習慣只留下最刺激的那個數字，但把基準線放回去看，畫面就沒有那麼可怕了。還有一點值得放在心上，短時間午睡在研究裡多半是站在有益的那一邊。有研究團隊觀察社區長者，發現有短午睡習慣的人，幾年後認知功能下降的比例反而比完全不午睡的人低。也有影像研究注意到，適度午睡的人腦容量的表現看起來較好。這些同樣是觀察型的資料，不能直接當成保證，但至少可以讓大家安心一件事，問題從來不在午睡這個行為，而在於長度失控。所以正確的解讀是這樣，不必因為看到這個標題就緊張到不敢午睡。短午睡在多數研究裡反而是站在有益的那一邊。但如果你或家人的午睡時間在這1-2年明顯愈拉愈長，從半小時變成1個半小時、2小時，而且睡完還是累，這確實值得帶去門診講清楚，請醫療人員評估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、甲狀腺、藥物或情緒方面的原因，把它當成一個提醒你去檢查的儀表板燈號，而不是一個判決。講完原理，我們來把黃金線變成你明天中午就能照做的動作。先講時間點，最理想的窗口是午飯後30分鐘到1小時之間開始，最晚在下午2點前醒來，2點半是絕對的底線，不要一放下碗筷就馬上躺平。一來食物還在胃裡，平躺容易讓胃酸往上跑，有胃食道逆流的人會很不舒服。二來剛吃完的那半小時，你的困意其實還沒到最深的位置，散個步，收拾一下碗盤，聽段廣播，等半小時再躺，入睡反而更快。而下午3點以後才睡，那筆困意存款就會直接被挖到晚上的份額，這是很多人失眠的隱形起點。有一個簡單的自我檢查方式，如果你發現自己晚上躺下超過半小時還睡不着，先回頭看看這一周的午睡是幾點睡，睡多久，很多時候答案就在那裡。調整午睡比吃任何東西都有效。另外提醒一個很常見的狀況，就是不小心睡着的那種午睡。很多長輩並不是刻意去躺，而是吃飽飯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一醒來已經3點半。這種沒有計劃的午睡最容易失控，因為沒有鬧鐘，沒有時間點，長度完全交給運氣。如果你是這一型，建議把它改成有意識的安排，時間到就主動去躺，設好鬧鐘，睡完就起來，把不小心變成有計劃。這一步的改善幅度往往比其他技巧加起來還大。再講長度，這是最關鍵的一條，設定一個20到30分鐘的鬧鐘，而且是從你躺下的那一刻就開始計時，不是從睡着才開始算。原因很簡單，多數人躺下之後要5到10分鐘才真的睡着。如果你等睡着才開始算30分鐘，實際上人已經在床上待了40分鐘，剛好一腳踩進深睡區。從躺下開始計時的30分鐘，扣掉入睡的時間，真正睡着的大概就是20分鐘出頭，這正是我們要的長度。鬧鐘的聲音也建議挑柔和一點的，不要用那種尖銳的鈴聲，被驚醒的當下，心跳會衝上去，對本來就有心血管狀況的人並不友善。另外提醒一句，
很多人習慣午睡不設鬧鐘，說自然醒比較好，晚上的睡眠可以自然醒。午睡不行，因為你要控制的正是長度，沒有鬧鐘等於把方向盤放開。那如果躺了20分鐘完全睡不着怎麼辦？不要懊惱，也不要硬撐着加時間，安靜閉眼平躺，放鬆呼吸這件事本身就有恢復效果，血壓和心跳會降下來，眼睛也得到休息，這在生理上並不是零。時間到就起來，把它當成一次成功的休息，不要讓我今天又沒睡着變成新的壓力来源，因為愈焦慮愈睡不着，這是很多人午睡愈睡愈糟的起點。姿勢的部分，請盡量不要趴在桌上睡，趴睡有3個實際的壞處。第一，前臂壓在眼睛上會壓迫到眼球，起來的時候視線一片模糊，看東西發花，對本來就有青光眼疑慮或動過眼睛手術的人更不適合。第二，手臂長時間壓在頭下面，容易壓迫到神經和血流，醒來手麻，手臂使不上力，這種麻感有時候要好一陣子才退。第三，脖子往前彎的那個角度會讓頸椎和肩膀承受不必要的壓力，長輩本來頸椎退化，肩頸僵硬的狀況就多，這一趴等於火上加油，午睡完反而更酸。最好的做法是躺平在床上或沙發上，膝蓋下面墊一顆枕頭，讓腰自然貼合，下背放鬆。如果空間不允許，退而求其次是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，把椅背調到往後仰的角度，脖子後面墊一個小枕頭或捲起來的毛巾，讓頭有地方靠住。重點是不要讓下巴一路垂到胸口，那個姿勢會壓到呼吸道，睡起來悶悶的。另外，記得在身上蓋一件薄外套或小毯子，睡着之後體溫會下降。很多人的午後感冒和肩頸落枕都是這樣來的。光線也要花點心思，人的清醒節奏很吃光線這一套。午睡時把窗簾拉上或戴一副眼罩，讓環境暗下來，入睡速度會明顯變快。但這裡有一個小訣竅，午睡不需要像晚上那樣全黑，留一點微光反而剛剛好，因為環境太黑會讓身體誤判現在是夜裡，睡意容易失控地往深處滑，一不小心就睡過頭。醒來之後有一件事會讓你差很多，就是立刻走到窗邊或走到戶外，讓眼睛接觸幾分鐘自然光。光線進到眼睛是把清醒訊號重新打開最快的一個開關，比洗臉比喝冰水都有效，順便還能幫你把當天的生理時鐘校正回來，對晚上的睡眠也有好處。如果當天陰雨出不去，那就把家裡的燈全部打開，站起來走動個2-3分鐘，不要一睜眼就繼續躺在沙發上滑手機，那樣睡眠慣性會賴着不走。環境的溫度跟聲音也順帶提一下，房間稍微涼一點比較好入睡，人體要睡着本來就需要核心體溫往下降一點，房間太悶熱會讓這個過程卡住，但也不要讓冷氣直接對着頭吹，特別是有頸肩痠痛困擾的長輩，醒來會更僵硬。聲音的部分完全安靜當然最好，如果家裡有人在活動，與其硬撐，不如放一點固定的低音量白噪音，例如電風扇的聲音，讓突然出現的雜音沒那麼刺耳。還有一個進階做法可以參考，就是有些人習慣在躺下前喝1小杯溫的無糖茶或黑咖啡，咖啡因大約需要20到30分鐘才會在體內發揮作用，時間剛好跟你的午睡長度重疊，醒來的時候等於有人在門口接你，睡眠慣性會淡很多。但這招要看個人，對咖啡因敏感、有心悸困擾或本來晚上就淺眠的人，就不要勉強嘗試。最後要講清楚，有哪些人其實不適合午睡，或是需要特別調整。第一種是慢性失眠的人，這聽起來很反直覺，明明晚上沒睡飽，白天當然要補，但失眠的核心問題往往是睡眠驅力不夠，白天一補眠，晚上該有的困意就被提前花光，於是躺在床上更清醒，隔天更累，再補得更多，整個循環就這樣鎖死了。正在接受失眠調整的人，通常會被建議白天盡量不要躺床，真的撐不住也要控制在20分鐘以內，並且絕對不能超過下午2點。第二種是夜裡打鼾嚴重，旁邊的人說你睡到一半會停住不呼吸的人，這類朋友白天想睡是身體在求救，但一直靠午睡去補，只會把真正的問題蓋住，讓它拖着不被發現。躺平午睡有時候還會讓呼吸道更容易塌陷，
反而睡得更不安穩，醒來口乾舌燥，頭還會痛。這種情況該做的不是研究午睡技巧，而是去醫院安排睡眠檢查，把根源處理掉。臨床上很常見的是，呼吸中止治療好之後，那個人白天根本不需要午睡了。第三種是血壓控制不穩定，或本來就容易姿勢性低血壓的長輩，這不是說不能午睡，而是醒來時千萬不要彈起來。正確的流程是先躺着動動手腳，再慢慢坐起來，在床邊坐滿30秒到1分鐘，確定頭不暈了再站起來走。這個動作能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跌倒。第四種是有明顯胃食道逆流的人，平躺會讓胃和食道之間少了重力這道防線，胃酸容易往上跑，午睡起來喉嚨燒燒的，聲音沙啞，就是這個原因。做法是把時間往後延到飯後1小時，或者乾脆改成半坐臥的姿勢，把上半身墊高一點。中午那餐也盡量不要吃到太撐。第五種是本身工作或生活需要高度警覺的人，例如下午還要開車載人，操作機具，不是不能睡，而是務必守住20分鐘這條線，並且醒來後留給自己至少10分鐘的緩衝時間，喝口水，走一走，看看遠方，確認腦袋真的上線了，再開始做需要專注的事。還有一種情況一定要提醒，如果一個人白天怎麼睡都睡不夠，情緒持續低落，對原本喜歡的事情提不起勁，或者記性明顯變差，在短時間內重複問同樣的問題，忘記剛剛才做過的事，這時候要看的就不是午睡技巧，而是要盡快就醫評估，把睡眠、情緒和認知狀況一起做檢查。同樣值得就醫的還有幾種訊號：午睡時間在半年到1年之間明顯愈拉愈長，白天在講話或吃飯的時候突然睡着，夜裡打鼾，大到把自己嚇醒，以及起床後長時間頭痛，這些都不是靠調整午睡就能解決的。早一點釐清原因，能處理的空間也比較大。把今天的重點收一收，午飯後的那股困意是身體本來就排好的節奏，不需要抵抗，也不用覺得自己是不是變懶了。睡眠是從淺到深一階一階往下走的，20到30分鐘剛好讓你把淺睡期的好處全部收下，包括整理記憶、恢復專注，讓神經系統踩一次剎車。一旦超過30分鐘掉進深睡再被叫醒，睡眠慣性就會讓你昏沉15到30分鐘，那正是一天當中最容易頭暈、看不清楚、腳步不穩的一段時間。而睡滿1個半小時的人，代價會出現在當天晚上，困意存款被提前領光，夜裡自然難睡。至於長午睡跟失智的關聯，請記得3句話：研究看到的是同時出現，不是誰造成誰。午睡愈拉愈長，比較像是身體先亮起來的警示燈，而不是按下開關的那只手。看到燈亮，該做的是去把原因查清楚，不是恐慌到不敢合眼。實作上就記住這一串數字，念過一次就能用一輩子。飯後30分鐘再躺，從躺下那一刻開始計時20到30分鐘，下午2點前結束。躺平或靠着椅背，而不要趴在桌上。膝下墊枕，身上蓋薄毯，環境留一點微光，而不要全黑。鬧鐘選柔和的聲音。醒來先到窗邊曬幾分鐘自然光，起身之前先在床邊坐滿30秒。失眠的人、打鼾嚴重、疑似呼吸中止的人、血壓不穩的人，午睡要特別謹慎，並且先把根本問題交給醫療端去處理。午睡從來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小事，它是一天當中少數幾個你完全能自己決定的變數。同樣的30分鐘，睡對了，是下午精神的加分題。睡錯了長度和時間點，才會變成晚上的扣分題。黃金線就在20到30分鐘和下午2點這2個刻度上，從明天中午開始把鬧鐘設好，就是這麼簡單。